好难 ，Hello， 我是幽灵中女树，人生也好难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幽灵中女树。嗨，我今天呢又要来修东西了，怎么一直有东西坏掉？我也不想这样啊。我有一台数位相机，还蛮常用它的。以前出国的时候啦，后来有了 iPhone 之后就很依赖 iPhone。我的机身其实本来已经坏掉了，机身。好冷！我原本的是 Panasonic 的 GF1， 然后后来就买它后代，这是 GF7， 已经是7代，现在好像已经是10了吧。之前在拍影片的时候就想说把它试看看，这样子斜拍桌面啊。结果我在架它的时候，它就给我这样哐的掉下来了。因为我在架它的时候电源是开着的。大家千万不要在电源开着的时候架相机，真的超级危险。结果嘞，惨剧就发生咯，它的荧幕就下雨了，啦。可是它荧幕其实还没有坏，如果你这样子点它的功能列表啊，都还是正常的，都还可以使用。如果读记忆卡的话，照片也都还是可以读取，是正常显示的。我自己就猜想说，它应该是这个东西连接这个感光元件，连接的地方可能摔到掉落了，这是我的猜测。我也没有修过这种东西，像我这种专业的人都在那边乱弄。我就想试看看嘛，死马当活马医啊，大不了就是说买一个机身嘛，不然我怎样？机身，那我也很好奇，看一下里面是长什么样子的。我们就一起来试看看，是不是能够把它的元件接好，荧幕是不是能恢复咯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肢解数位相机受害者1号的合影。OK， 好咯 ，Let's go。拔电池这个动作很重要，各位就跟拔插头一样重要。然后呢，它这部分我觉得它原本应该有一个盖子，但是已经变成失踪人口很久了。先把它小小的保护一下下，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是连接 LCD 的地方，毕竟它荧幕本身是没有坏的。直接来进攻它的躯干吧，这一块。我有这么小的工具可以用啊！之前有拿来拆 Mac 的工具，好像可以耶。大家每次在看我拆东西的时候，会不会替我捏一把冷汗，还是会觉得啊，这女的心我会不会是妄想症呢？拆完所有的螺丝之后啊，它还有一个螺丝是在这个电池里面的，有点难被发现。如果不拆开的话，好容易出事呢。OK， 它有一个卡榫是白色的这部分，感觉要先把它拿开来，把这部分先拆下来。它的那个闪光灯后面有一个螺丝，我不确定它跟里面的有没有关联，但我先把它卸下来。OK， 这样就拆开连接 CCD 的部分，我猜应该是黄色的这一片，所以我会先把它拆卸下来看一下。OK， 我基本上就是只有把这一条咖啡色这条大的排线拔下来，再重新插紧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也无法再做其他更多了。我等一下会试重开机，看看它是不是能够侦测到。我先把它就是合住，但是不锁起来，先试看看通电，在它的其他东西都完好的情况下，看一下这个荧幕如何。看起来没有下雨了耶，那我们先把它锁起来，先不要高兴它，先把它锁起来看看。我有一个螺丝锁错了，因为它每个螺丝都长太像了，结果拔不起来，怎么样都拔不起来，只好先乱锁一通咯。记住螺丝的位置真的很重要，不过它们都有点太像了啦，真的是只有些微很小很小的差距而已，会搞错应该也是很正常的。少一个螺丝。怎么办？我拔不起来那根。不，要不要用其他的来取代嘞？OK。那我先来把它的镜头装上去，看看它是不是会正常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把它的镜头装上去吧。你看，这是 GF7， 这是 GF1， 差好多，重量也差很多，这超重的，天哪，可能2倍那么重。因为刚刚我们还没有把螺丝锁上去之前，荧幕感觉就已经没有下雨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把镜头，我最喜欢的饼干镜，现在已经绝版咯。最爱就这颗镜头，这
这个镜头比机身又是机身，比机身还要贵呢，因为它真的是蛮赞的。OK， 装上喽，历史性的一刻哦。我好像就给它修好了，我好像真的就给它修好了，我也太强了吧！我只是把那个排线重插而已，哇，直接省了一笔买机身的钱。你知道买机身现在这机身也要1万多块吗？超扯的，我太神了吧！我来拍一张，哦，我没有拍机，但是只是想给大家看一下。噔噔，哦，被你们看到我是用 iPhone 录的，你看我就直接把它修好了耶，它出光好像也是正常的。看哦，对焦也 OK。刚刚那个下雨荧幕就完全不见嘞！哇靠，我根本波棒哎，我神棒！我其实也只是把它排线重插而已啊，所以它根本就只是摔到的时候那个线脱落了吧？我真的好省钱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也只是想说来修看看而已，我没有想过说哪里加里干单哈。顺便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用它拍的照片，因为现在这个都可以用无线啊，然后我每次都是把相机先放好，然后用手机的 app 那边拍自己就可以，感觉是别人拍的，明明就是自拍，毕竟我都一个人嘛，很孤单的。那我们就要来讲结论喽。要讲结论的时候，不得不拿出第一代 GF1。这 GF1 是我跟另外2个好朋友一起购买的，当时我们一起出去玩，然后一起拍了不少照片哦，都是我珍贵的回忆。所以这一台主机呢，我也是不会舍弃它的。然后就是刚刚修好的这个 GF7 咯。那其实最厉害的就是我在买 GF1 的时候，他送的这颗20mm的饼干定焦镜，它真的超强的。它拍出来的照片我很喜欢，因为我本来就不太会用变焦镜。定焦虽然说有时候你要 zoom in zoom out 也不太可以，不过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实用，就是会用就是好用。当你习惯它，它就变成你的眼睛或是你的一部分了，在用它的时候相对会比较顺手。虽然我也想过要购入贵松松的单眼相机，不过我还是都没有这样做。我有跟别人借来使用过，不管是它在操作上、系统上跟色彩的呈现上，都不是我所喜欢的样子。它细节是很细，质感是很好，没错，可是没有我的感觉，没有我的成分在里面。有可能我跟它需要时间去熟悉吧。再来就是携带方便的问题，我这么小的女生，没有，就我不喜欢带太重的东西，这个对我来说就已经很重了。以前的这个更重，所以这对我来说算是比较方便了。如果我要拍一些真的很有气氛的照片的话，我会使用它。不然现在 iPhone 就很厉害啦，真的很少有人会再带这种数位相机出门吧。买这个呢，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实用了。我想我还是会一直用它用下去的。就好像有些人喜欢用底片机，有些人还是喜欢用拍立得一样啊。那我就是真爱我的 GF 系列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相机呢？欢迎分享留言给我哦。这次修理也非常的成功，我自己也蛮惊讶。希望下次还有再次冒险的机会咯。谢谢你们收看我今天的影片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开启小铃铛，找借口我最会。有没有发现我都会一直突然的用假音？